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昨天有消息称说冲突缓和了，美股立马迎来抄底资金，纳指单日上涨超1.5%，但盘后消息面又有所变化，局面再度紧张恶化。这几天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烟雾弹，真假消息乱飞，所以当下的交易仓位千万别太重，关注个股的机会。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2期的视频。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到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纳指的浪形和当前小级别30分钟170天均线的位置来去讲解当前的纳指的判定。关于这2个部分，阿哲在昨天的公开直播当中也讲得比较清楚。那如果您是参与过直播的，也可以呢将这一部分简单的观看即可。而后我们会讲到日内的撑压，今天日内盘中的支撑和压力在哪里，会通过红绿灯来去进行显示当前的多空之间的博弈。明白了指数的环境之后，我们会来到第2和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以下个股，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皮尔提亚、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MD 等以上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而在个股当中呢，有一些色块，它分别代表的是红色为寻找空方机会为主，而绿色寻找多方机会为主，灰色呢说明目前是中立的，还在寻找做多或者说做空的点位，而黄色的色块则说明目前的个股处于变盘的节点，比如说像英伟达。英伟达今天的 K 线涨跌将会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的方向，比如说今天如果上涨，则在变盘上则说明后续将容易引发持续的一个上涨。这是一个新增加的变盘判定，而这个变盘判定呢，也是用红绿灯来去进行寻找的。在稍后我们也会去讲解这一点。昨天的市场因为消息面的一些变化，局面的缓和，而后市场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一个上涨。这根阳线把昨天的阴线给反包吃掉了，这是一个很强势的下跌的一个修复动作。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低点的产生，还是市场只是一个反弹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先看到所对应的纳指浪形和价格行为。从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2根 K 线就构成了一个看涨的 K 线。稍后在第2部分红绿灯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这个阳线它构成多头再次的一个买点信号，就类似于前方这种类似于阳包阴的一个走势。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的阳包阴产生，它所出现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吗？前期这里呢也出现过类似的阳包阴，当时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一个上涨，是不是快速单边的一个上涨？那曾经在这里出现了这种看涨的价格形态，那后续有出现吗？其实像这里是不是也出现过阳包阴？而后股价呢，这里是不是也出现过？包括最近的像这根 K 线是不是也出现过？但你会发现，他们在不同的位置上所出现的同样的看涨的 K 线信号，但是他们的空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出现看涨的价格行为之后，我们要明白目前它所处的一个环境，它所处的一个趋势走到哪里。而当前对于纳指的市场观察的观点呢，阿哲依旧保持目前处于楔形破位的市浪回调当中。而如果这一波下跌它是一个二浪，那么如果目前也真的是四浪，那么正常按照波浪理论的观察角度，大部分的2、4浪的对应它都是相反的。那么二浪如果走的比较简单，那么4浪呢就容易复杂。所以前期的这个2浪基本上是单边的下跌，属于锯齿形的调整。那么4浪的走势呢，就大概率不是锯齿形，那么很多时候它可能会是比较波折的、复杂的，所以有所反复是正常现象，在4浪的回调当中。而目前是属于上升楔形的方向，选择向下的一个破位，而破位之后的楔形，它的股价运动的目标位一般是楔形的起点。形态失败的一个表现就是价格还能够再创新高。目前呢是破位之后的反抽，那究竟是反抽还是真的把楔形给打破？那么关注的点就在于这一个反向的空间，如果今天继续保持强势阳线，把前方的5的高点给突破，那么这里肯定就依旧延续5浪的高点延长，并且也说明这个楔形的构造就失败了。所以在昨天的这根强势阳线之后，构成价格行为上的看涨，但是否真的能够打开空间，紧跟着需要今天再次走强，而不应该在今天有所走弱。特别它其实目前处于前期的上升楔形的下沿，也就是说是这一根上升的趋势线
之下出现了下破而后反抽，那么反抽的过程是确认这个跌破是否真的有效。如果反抽过程当中能够再次强势站上，那是不是说明跌破是无效的？那么这个上升趋势就还是在延续。而假如这一波股价的反弹它只是反弹，那么对于这一个上升趋势线它就无法去突破，那么反而会受压再次产生回落。所以对于目前的多空两者来讲，你想看指数的调整是否能够延续，以及它的反弹是否能够走出强势的上涨，就关注一下前方的高点会不会被突破，能不能重新站回这根上升趋势线，以及对于空头来讲，最好的结局就是价格要击穿前方这个反弹的低点。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这一波股价的下跌破位楔形是有效的，上升趋势线转为压力，那么价格延续适当调整的观点。所以目前的局面想要变得明朗，则需要有一个方向性 K 线，而昨天这一根呢，还只是开始，它还无法脱离对于反弹的判定，所以这里呢，肯定不是一个多头绝佳的进场点。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强势阳线的价格表现，和前期这个位置的价格表现就有所不同。在明白了浪形的一个结构之后，我们看到下方这一个部分，看到纳指的30分钟170日 MA， 这是我们最近直播都经常讲到的。价格从前期170天均线是往下运行，那么在最近的这一轮强势的反弹当中，是不是170天 MA 在30分钟是往上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说明在30分钟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牛市节奏。而在牛市节奏当中，只要170保持向上，就说明它依旧要看涨，或者说依旧呢以牛市来去操作，除非对170后续产生有效的跌破。那么怎么样去看到有效跌破？它首先要对170有出现回踩跌破才行。像前期这种位置，每次的下跌都没有去踩170，那这种就是比较强势的，多头很强。像这里开始的震荡呢，就开始频繁踩到170。那怎么去判定它能够产生有效的跌破呢？我们放大图表，在最近的震荡当中回踩了3次，那怎么去看有效跌破？首先是这样的，在收盘跌破170之后，我们去关注是否有效。当股价出现2天收盘都在170之下，这2根 K 线里面偏低的那个价格作为支撑，只要这个支撑位不破，就说明170的跌破是无效的。所以这个低点后的反弹，你可以用这个方案呢去把握。这个方案呢也是我们之前多次去讲到的。那又类似于这一波股价的下破，破位的第一，破位的第二啊。那么第2根 K 线的位置，价格后续在这里重新的又站回来，是不是170还是无效的一个破位，没有产生一个压力？这根 K 线，在稍后讲特斯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这种 K 线。价格从这个高位再次的进行回落，那回落过程当中呢，这里跌破了1次。这里跌破了1次2次，那是不是都没有有效跌破？而后股价都是在这些位置出现了反弹，所以170天均线在往上运行时，股价每一次回踩也可以作为30分钟的一些低吸的交易策略。所以昨天的直播当中，我们有讲过，它真的要去延续调整，它真的要去回到楔形的开始起点。那么必然呢，有一个动作是一定要完成的，就是它的170在30分钟要出现有效的跌破2号 K 线。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之前，你的多头成本如果够低，那其实你的减仓可以还相对的合理，控制在一个范围内。但一旦出现，你就得要大幅减少你的多头利润了。对于空头来讲也是一样的，在出现有效跌破30分钟170之前，你可以看到一些空头的机会，但是到170均线附近，你就要小心了。它如果不有效跌破，则会出现反弹。那么空头呢，在这一个30分钟170均线还没有破位，还没有出现下拐时，我们的仓位一般也是控制在4成之内，甚至呢是3成之内。当然了，有些个股可能不太一样，会相对有所增加或减少，我们后续有机会再去说。现在呢，我们对于纳指的170和它的浪形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希望对您的操作也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较为的充裕，也可以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评论。那么接下来，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也希望您在收听阿哲视频之后，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只要您有所收获，阿哲视频对您能够有所启发，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阿哲讲 GU 频道的一个粉丝订阅观众。在点开订阅之后，再点开这个全部铃铛，
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帖子和观点，您都可以在阿哲发布之后第一个收到频道通知，这是订阅粉丝观众的专属权益。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阿哲会开始讲到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这是一个短线的信号，这个信号能够让我们去更简单的把握到股价价格行为上的看涨和看跌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一部分。在左侧是阿哲在6月16号所发布的盘前解析信息，只要您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就有机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免费收到阿哲的这条短信。一般这条短信当中呢会有2个部分，阿哲呢是在香港时间美股开盘之前香港时间4点43分所去更新和发表。昨天呢有讲到最近的消息面呢其实很多你如果纯看消息面，你会发现看涨看跌都有理由，那我们就直接还是看技术面吧。这里所看到的一些内容，大多呢是昨天盘前的一个观点，目前呢有所变化，但整体呢是我们前方30分钟170 MA 的一个支撑，以及浪形方面的观点、楔形方面的观点。当然了，这里呢还有讲到一个运线的低点，目前运线的低点呢是再次的被修复了，但是价格行为当前表示看涨。但股价的一个多头空间呢，目前我们更多是看反弹。而在盘前解析当中，阿哲有讲到一些，比如说空头以及中性和多头的一些机会。相对于苹果最近给到多次的加仓机会做空有所不同 ，AMD 呢刚出现有一些空头的迹象，昨天直接就把空头拉爆了，所以直接呢就打掉了止损。像偏中性的特斯拉，昨天对于这个压力位也没能够借助指数的上涨出现测试，所以当前是比较弱势的。所以特斯拉的中性呢，慢慢会转向偏空，而多头主要还是比特币相关因为阿哲讲到这个 MSTR 日线的反弹呢，有点走通道的嫌疑，目前在通道的下沿可以看一个反弹，比特币也是一样的，在对称三角的下沿也能够看一个反弹。那大家也清楚。像如果出现了这种三角形的收敛，一般后续会选择一个方向。像对称三角呢，方向就不太确定。后续一旦出现明确的比特币的突破和跌破，对应个股也会有明显的机会产生。像昨天呢，和比特币相关出现明显上涨的主要是 Coin， 那么 MSTR 呢，整体还是比较弱，高开低走。除了以上的个股和指数观点之外，我们的盘前解析更多的呢，我们可以去看到它的点位的测算。阿哲会把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它们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会在每天盘前进行更新。那怎么样呢？去用到这些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右侧的图表就是阿哲用这些点位去制作的一个信号。这一个纳指的日线图上，你会看到它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这些点点，它们是怎么来的？比如说这根红灯 K 线，当它出现的时候，就说明阿哲盘前所给到的预测支撑位是被收盘跌破了。跌破支撑，则说明它日内的表现空方占优势，多方弱势。当然，这里主要是日内，我们有时候去关注它的日内能不能去反馈到日线。而股价如果出现绿灯呢，则说明今天阿哲给到的盘前的那个压力位被收盘突破了。那么突破压力，说明日内的多头是比较强势的。只要日内开始转强，后续的都是绿灯，亦或者是无灯，它就说明这一波短线的多头在延续，在蔓延，直到下一个红灯出现，我们再看调整，再看空方走强。所以每一次呢，你要去做上涨时，你可以关注什么时候由红灯转绿灯，而什么时候由绿灯转红灯。所以在最近的交易当中，你可以以此去关注市场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像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这是不是看涨点？这里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也是看涨点？这里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同样也可以作为看涨点。而前期的这个高位呢，就是一个绿灯转红灯，所以它呢就反向了，作为看空的点。那你会发现昨天的这一根上涨反包，在价格行为上是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所以这里又是价格行为上的看涨点。当价格行为看涨，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也是之前一直讲到的，在一波股价的上行当中，它的动能是有限的，或者说它需要补给的。像前期这一波上涨，从绿灯到红灯，它的空间很明显是比较大的一块肉。那么后续呢，从这一个绿灯走到这个红灯，这颗肉呢就开始变少了，多头能够吃到的利润开始有所缩小。那你再看到后面就更加明显了，从这个绿灯到这个红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甚至呢开始有所亏损。这一个绿灯转为这个红灯，开始呢没多少钱可以赚。
这一个绿灯到这一个红灯是立马转向，是不是基本上就多头更弱了？所以当前的行情走势就是绿灯到红灯之间的间隔在越变越短。它目前的规律呢会在4天之内出现，比如说出现了第一根 K 线是绿灯，后面1、2、3、4，第4天就会出现红灯。第一根是绿灯，后面1、2、3、4就是红灯。好，第一根呢是绿灯，后面1、2、3、4就是红灯。所以当前的走势在这种波动当中去运行，所以它也构成了一个日线的楔形。所以当下出现了再次的绿灯，可以看涨吗？同样的，作为红绿灯来讲，可以看涨，但你要小心了，前方在绿灯之后的上涨都在走弱，并且4天之内会有红灯，所以你要小心它有机会今天再走红灯的可能。所以这种位置哪怕有买点，介于它的位置和动能的方向，所以我们这种买点的仓位要有所降低，不能像之前那样。那么今天是否会出现红灯呢？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点位，今天预测的低点支撑是19625.98，高点的压力是19808.54。收盘如果在高点之上，说明是绿灯维持。那么这个绿灯维持伴随着楔形的打破，那么也就说明这里是可以看涨，继续的加多单，因为它也同样意味着5浪的高点还没成型，依旧在延续4浪的调整，也还没出现，因为楔形被打破了。同样，如果今天的收盘价它是在低点之下，那么就说明是一个红灯。那如果是红灯的话，则说明它是一个风险，因为绿灯再转红灯，那是不是空方在走优势？那么在这一根仿包强势的阳线之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延续绿灯。如果今天不是一个绿灯，而是在上行趋势线当中出现了无灯或红灯状态，那么都意味着空方开始有所优势，而多头它很大概率依旧只能看反弹。这里阿哲也告诉大家，如果每天盘前您想要收到阿哲的一个盘前短信，可能关于个股、关于点位的测算，您是需要去得知的。那么阿哲告诉您如何能够去领取得到。首先，您必须要有一个身份，您得要是阿哲的粉丝订阅同学。在今天，您如果刚点了订阅之后，怎么去领取到这一条美股的盘前短信呢？您只要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打开评论，你会看到一个置顶评论。那么这一条置顶评论呢，是阿哲所发送的。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那么通过这条链接，您可以找到阿哲唯一的一位助教。找到他，而后您给他发送一个盘前的领取口令，就是盘前2日。他收到之后，就会告诉您如何能够每天盘前领取到阿哲的信息，怎么去领取。同时，这里阿哲要强调一点，关于盘前解析这条短信是对于粉丝的一个福利，但它不是只有这一个。阿哲对于粉丝同学呢，同样还有其他的一个福利提供，比如说更好的技术分析的分享课程，以及更多学习的一个方案。像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它更多的是让大家能够在阿哲没有更新视频时，也能够得到阿哲的一些观点和一些点位的告知。它主要是对于行情进行跟踪。而假如您说阿哲，我想要学更多技术分析，想要学会自己去分析、自己去交易，那么等等的学习的一个需求，那可能通过盘前解析还远远不够。那么您可以去关注一下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每周都会去开办的内部的直播课程和专门的技术分析知识讲解，包括我们还提供专门的粉丝学习小组，您只要是爱学习的同学，您就能够加入这个群组，而有任何的问题也能够进行知识答疑。只要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同学，基本上这3重福利您都能够领取得到。不过这里需要提醒一句，粉丝群组呢，它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够加入的。这里阿哲刚才讲过条件了，您得要是爱学习，真的有时间花在技术分析的研究上的这一类同学，才能够加入到这个群组。如果您并没有时间学习，并不想要花时间提升自己的交易水平，那其实呢没有必要加入。那么阿哲怎么知道您有时间能够花在这上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能够收听一节阿哲或者说其他老师所讲到的一节内部直播课程，完成一次我们课中老师所布置的课中作业，那么交给助教老师批改合格之后，他就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群组了。因为这说明您确实认真，确实有时间能够投入在学习之上。
那比如说我们本周的课程已经是有所开展，从6月17号开始，也就是今天您听到阿哲视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第1节课程。6月17号我们讲的是龙头的底部特征识别，如何通过某些价格的变化来识别到一些股票它处于底部起涨的状态，怎么去买到一些相对的低位，这是今天我们课程所讲到的。从明天开始会讲到龙头的结构密码以及龙头的启动量价等等的课程。如果您对于市场当中的龙头机会想要去把握，以及想要学习更多进阶的知识，那么记得找到助教老师之后，您除了给他发送一个盘前，同时您可以给他发送一个报名的字样。这样的话，他就会知道您想要参与我们的内部不公开的一个课程学习，他就会在香港时间早上10点之前把内部的直播链接发送给您，您点击之后就可以观看。希望这些课程对您也能够产生一些技术分析学习的帮助。在此，阿哲再次感谢各位首次见面就关注阿哲的粉丝同学，感谢你们的信任。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刚才呢，我们是讲了有关于指数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不过这图表阿哲没有去更新。我们昨天呢是特斯拉收了一根假阴线，股价上涨，但是整体是收阴的，在日线上呢影响不大，但是在小级别，我们等会讲到30分钟，它有所变化。从日线的角度来看，其实整体还是保持在这根大阳线之上，在维持震荡，并不强势的出现再次的启动。所以在日线上，昨天的 K 线不影响整体的多空的格局，在日线上依旧处于多头有所支撑，但是并没有走强的局面。而我们接下来看到在30分钟图表，30分钟图表要关注一个迹象，就是特斯拉比指数提前走弱。刚才我们看到纳指的30分钟，是不是它的图表都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170天均线？但特斯拉不一样，它在之前这里就跌破了，曾经这里出现了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而第二根 K 线的低点是不是出现了支撑？所以这一次呢，还能够引发市场的一个反弹。但是在这一波反弹之后再次的下跌，170呢就没有支撑了。这里是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好，2号 K 线呢就是关键的区间，后续是不是出现了跌破反弹有压力，再次的加速下跌？你可以通过30分钟去把握到的一些空方的交易机会。那这一波股价的下跌后的反弹到170，又产生了压力，又再次的回落，反弹170，再次的走平，走出了一个下跌。是不是当前的30分钟走了一个类似于收敛的状态，小级别走出收敛状态？但你会发现的是，它离前方的这个2号 K 线是不是依旧产生的是压力，没能够去突破？所以当前对于空方来讲，比如说之前你在这里加了空单的，反弹之后依旧还是有受到170的压力的，那是不是空方可以慢慢的扩大你的优势？而我们的一个防守位就是之前这根 K 线的一个区间，正常作为空方来讲，它应该是个压力，所以特斯拉只要还不去突破有效170和这个区间的下沿，它都是安全的。对于空头来讲，除非能出现价格的强势，直接突破这个下沿，走进这个区间，那么对于空头来讲，你要开始撤退了。而对于多头来讲，开始要注意，一旦价格突破灰色区间，变成支撑，我们是不是看我们日内的一个调整结束，价格重新要看涨？因为它就属于日线出现强势的看涨状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做个总结，目前的特斯拉如果这里要转多头，或者说要重新看多，它有一关要走，就是对170要产生有效的突破。但当前对170呢，突破1根2根之后，基本上就受阻了。有突破2根 K 线站上170的，基本上就有压力了。所以当前对170没能产生有效的突破，而还受制于170的压力，所以30分钟呢是空方还占据一个优势。那么这里多头要重新反攻，得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对170有效的突破开始。所以当它有效能够突破170日 K 线的时候，对于空方来讲开始要所撤退，而对于多头来讲呢，您开始要注意它的多方机会，日内就可以去寻找。但多方真正能够扩展空间去往上看的关键在于这一根阴线要被突破。除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后面的走势我们都是看空的。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的空间方面，我们接下来看到特斯拉的资金和动能。目前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
指数出现了绿灯 K 线的看涨信号之后呢，特斯拉其实目前还是保持在一个红灯的无灯状态，它没有出现绿灯，所以它的上涨整体比指数是弱了不少。我们看到下方的一个资金，它目前是临近零轴。我们之前讲过，当这个资金流进，而且是从水下流进时，说明它处于一个反弹。而在反弹过程当中，越靠近零轴，它的一个风险就会越大，因为一旦上穿，就容易是一个临近的反弹高点。我们看到前期的价格走势，如果是上方往下去穿，那是不是它就容易产生低点的变盘，是吧？由上往下去穿就容易是低点变盘。如果是由下往上去穿，你就要关注了，这里是曾经的上穿点，这里也是曾经的上穿点。就有时候它是一个高点变盘，那有时候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的高点被突破了，那只要高点被突破的上穿就是机会。那么当股价呢在水下越靠近零轴时，就越容易面临到变盘点的抉择。所以当前的特斯拉，不管它后面是涨一天跌一天，它只要是靠近零轴，这里略微波动，它就容易上穿，一上穿就面临高点变盘的考验。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如果您更加的想要做多，而且相对求稳保守，想要更明确的方向，其实您等待它这里出现上穿后的那根 K 线高点压力被突破，那是更加明确的做多点。当然，那根 K 线如果都不能出现，那么说明这里不适合做多。这是通过 BBD 资金可以看到的一点。而在动能 K 线上，目前也不存在日线的多方机会，因为它还是红灯之后的波动，它依旧是一个下跌的序列。那么什么时候转成绿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结束这个调整，再次启动比较强的上涨？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的点位，第一点，今天要注意它是327.77，如果今天把它给跌破，就说明又是一根红灯 K 线。而如果特斯拉在目前的170附近震荡，它如果能出现一根阴线实体把170跌破，那对于日线来讲，是不是进一步说明170成为了压力，要小心再一次的破低点了？所以对空方来讲，你要关注红灯的产生，以及日线170能否被实体阴线给跌破。那么对于多头来讲，看一下上方的压力是333.41，如果要走强，这个点要突破，一突破则就是绿灯。那么绿灯 K 线则意味着市场有机会结束调整，重归于上涨。当然关注要看一下 PBD 的资金。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的走势图表目前呢也还是在末级，在143.95附近呢还在盘整。虽然昨天呢有感觉要突破了这个143.95，但是呢还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上影线。所以当前这一个地方对于前方的这个压力还是没能够去突破，所以这里呢压力是比较重的。那么在这里去做多，空间目前还没有完全打开，就要小心。那如果你要去做空，那么要记住某些设置止损。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你就直接呢把前方的143.95作为防守。你说出现了下跌那我做空，那么一旦涨回来，那你就要止损了。当然了，英伟达呢不作为阿哲主要去关注做空的一个方向，因为它还是比较坚挺的。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 K 线图，我们会看到的是它的红绿灯最近有点奇怪，它是连续的发生了颜色的转变。我们在之前的红绿灯的讲解当中有讲到这种特点，就是什么情况下它会出现红绿灯的频繁转换呢？说明市场对于当下的股价走势不太明确的情况下，它的资金比较徘徊的情况下，容易出现3个颜色的转换。像前期这里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一旦产生3色转换的这种信号，就属于变盘，红绿灯的变盘。那么怎么样去使用这一个变盘的方向，就看下一个交易日。下一个交易日它如果收涨，那么阿哲认为变盘方向大概率呢就是看涨；如果是收跌，变盘的方向大概率会看跌。它的成功率不能说100%，但是是阿哲非常关注的一种信号。那么像之前这里出现了看涨，是吧？说明变盘之后它应该向上看涨。现在呢又出现了红绿灯的信号，那么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交易日它要收涨才继续的向上看涨。它如果今天收涨，基本上前方的压力应该就破了。如果今天收跌，就说明又是假突破，那么方向还是往下去看。这是通过红绿灯看待目前的英伟达。
在资金方面是连续的流出资金转流入资金，它呢虽然没有上穿，但是连续流出后的流进也可以作为关键的或者说观察的一根 K 线，也可以把它低点呢作为防守。如果您目前是做多特斯拉的，那么这个低点不能被跌破。如果昨天的低点被收盘跌破，那么风险呢也还是不小的。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143.945， 高点的压力是 146.92， 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半导体指数。目前所看到是半导体指数的一个行情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170呢其实也是往下走的。在昨天公开直播当中，我们说过它的170虽然是往下走的，但不建议呢去以此做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170已经开始有突破了。像前面的这种位置，对170是不是突破2根都没能够去站稳？像这里也是的，收盘站上2根就跌回来了。那么现在呢，价格突破2根后的这根 K 线是再一次的被突破，而且突破力度是足够的，所以这一波下跌一般要找的是做多机会，而不太好去找做空机会。你要找这种行情图版的做空机会的，你得要等到它跌破2号 K 线再去参考。就类似于目前的特斯拉30分钟，你要去找做多机会，你得把前面的关键 K 线区间给破掉，才能够认为多方开始占优。对于他来讲也是的，你要把前方这个支撑块给跌破，你才能够开始认为多方的优势开始消失，空方才能够去找机会。而在之上呢，尽可能不要空方去参与。像昨天的这样的一根上涨 K 线，那对半导体指数来讲呢，是可以去看涨的。而看涨的空间，我们要小心一下上方的1.5倍和2倍，230.12，那么作为观察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要过了才能够看下一个目标。如果它这一个反包之后，它不能过这个1.5倍的压力，就说明它这里虽然看涨，但是它的一个空间还是被受限的。那么你要注意了，你只能短线的参与。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我们看到昨天的半导体指数出现了一根阳线，阳线呢是一个绿灯，而上周五呢是一根红灯，它也构成跟指数一样的红灯转绿灯，是一个看涨点。那么看涨点出现，对于红绿灯来讲可以作为买点。我们先不用管那么多它能不能涨多高，以及它会不会涨的问题，你只要知道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则是看涨；红灯转绿灯在价格上看涨，红灯转绿灯在价格上是看涨的，能涨多少去跟踪。如果你发现你买了之后不涨呢，反而跌了呢，甚至出现红灯呢，那就离场。作为交易来讲，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信号只是告诉你可以买，这里呢没问题可以买，但是买了如何，我们让市场来定。他买了有时候会很好，买了有时候可能一般啊，买了之后他有时候会给你惊喜。那么这一次能没有惊喜不一定会有啊，阿哲觉得大概率可能没有，所以设好防守位，仓位不要重，因为整体的环境目前还是有点动荡。我们把今天的一个关键日内的撑压告诉大家，低点的支撑是225.34，高点的压力是230.68，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今天立马转为红灯，它也会变成一个变盘信号，因为红灯、绿灯再红灯啊，其实就是一个变盘的迹象出现了。一旦出现变盘信号，其实手中的仓位不管做多做空都要小心，都要减仓。而后等待变盘方向确认之后呢，我们再去做那个方向。而从 BBD 的基因来看，它呢是出现了价格在水上，那么结合170天均线，它也是突破有效。所以目前的半导体指数，不管这里涨还是不涨，它这里哪怕只是反弹，后面继续下跌，也是找机会为主，因为它离这个零轴是靠近的。它稍微跌一跌，调一调，它就会出现下穿，就有可能是低点变盘。只是在波段的角度，它处于一个龙头引力相对的风险区，所以这个地方呢，做多很多时候先以短线小仓位做多为主。以上呢就是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和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和半导体指数的一个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个股会比较多，阿哲讲的呢可能会相对不会那么的清晰，但是会把它的短线关键的 K 线啊和价格告诉大家，希望对您也能够有所帮助。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博通，目前所看到是博通的一个价格走势。博通呢是阿哲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个股，也是呢在寻找一些回调的低吸机会的。前期呢在这个绿灯的位置是不是看涨过一次啊？但是前方的一个缺口压力它没能过去。
而后出现了最近的回落，它的调整也是比较强势的。那么昨天这里出现了绿灯，能不能作为买点？是不能够作为买点的。那为什么它不行呢？它明明也是红灯转绿灯啊，为什么它不构成买点？那么这里呢，就需要提醒一下，我们在上期视频的讲解当中，是不是讲到一个反手阴线的问题？在昨天的盘前的解析当中，阿哲也补充了一个防守阴线啊，不过呢是后面补充的，所以呢它不在刚才的那条信息当中。所谓的防守阴线是昨天为阴线，所谓的防守阴线是昨天为阳线，今天为阴线，阴线的收盘比昨天阳线最低都要低，它是一根防守阴线。那么防守阴线产生，它的买点是阴线的高点要被突破，因为这根阴线的高点会成为压力。所以对于博通来讲，哪怕这里出现了绿灯，对，今天的多头确实比空头强，但是我们要它更强一点才行。所以阿哲这里有讲到，多头博通的防守阴是有一个关注点的，但是这一个多头的买点得要收盘过周五阴线的高点才作为买点，而昨天在周五的阴线的高点上还是出现了一个压力，就说明还不能够买。所以博通呢，它的抄底还差一点点。如果能够有收盘价过去这个阴线高点，那么就直接构成买点；如果没有过去，就依旧把它当做压力，反而要小心了。好像多头的动能不太够，没能够去突破防守阴高点产生买点。而如果在受到某个压力的情况下出现了再次的回落，就要小心它后面的调整将要走出更深的一个幅度。所以对于博通抄底还差一点点。那么不是说每一次的红灯转绿灯你都要同样的去大仓位去买进，或者说呢都要无脑去买进，有时候多一些思考可能会好一点。像这个地方所出现的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和这里的红灯转绿灯会一样吗？不一定一样。那如果你想要它能够一样，是不是结合价格上的表现突破这个防守阴高点，它会更加容易一样？那么当前还没有，那么这里的红绿灯转换你去买进，那么成功率呢就会可能相对降低一点。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股价走势，如果今天能够保持绿灯，或者说今天能够突破，那也可以作为买点。我们看到今天的低点支撑是250.832，高点的压力是256.437，关注这两个价格。那如果今天直接转为红灯，那其实结合之前的压力受制，你可以开一点空单也不是不行，只是呢它会构成一个红灯转绿灯再走红灯的一个变盘信号，一旦后面变盘点收阳，也是要去减仓的，也要小心的变盘向上。只是目前走到这里，它主要是观望，是中性，还没有买点，也同样还没有构成做空点。所以阿哲对于博通呢是保持关注，但还不去再次的看多。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看到阿斯麦，阿斯麦的价格走势也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而这一个绿灯呢，大家要看到底下是下穿了零轴。我们说价格走势出现了上涨后的回调，整体价格资金在水上，那么这一个回调它调到零轴附近，就容易出现低点变盘。这一天的低点要怎么样构成有效的变盘呢？得要它是支撑才行，也就是说股价后续有碰到它的机会，它得要有支撑。那么同样的，另外一点就是它得要有一根 K 线收盘在它的高点之上，我们认为低点变盘确定有效，而后能够看涨。像前期呢，这里也曾经走过一个低点变盘的下穿，好，低点变盘后续呢没有被跌破，但它的高点呢也没有被有效突破。那什么时候有效突破的呀？是不是这一根 K 线的时候有效突破，走了一波小加速，而后再次的回落？目前它回落的时候也是靠近这个高点有所支撑反弹，那么又出现新的一个下跌的低点变盘。那么目前关注它的区间，跟指数一样，不能因为一根绿灯在目前这个局面去直接买进，而且买它也肯定上不了太多仓位，它同样是一个变盘点，你要小心它反弹之后防守跌破，那么就不一定是变盘低点，反而可能是变盘高点，或者说延续下跌的点。所以这一个阿斯麦的地方，关注这根 K 线的高点能不能够收盘站上，如果可以，那么可以认为低点变盘，调整结束，后续看涨。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点位，低点的支撑是770.602，高点的压力是783.818，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苹果。苹果呢，在前期出现了一个绿灯转为红灯之后，我们开始去做空。不过当时呢，因为出现的是第一个做空信号，大家注意了，一般呢首个做空信号呢，它是处于多空的临界，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仓位是不要太重的。
那么在反弹之后再次下跌，是不是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去找到某些压力位去加仓做空？所以苹果是出现了连续多次的那种看空信号，所以它就属于能够让你上仓位的一些做空的标的，所以还不错。但在昨天就要小心了。我们在盘前解析当中也有讲到，它如果出现了绿灯，或者说它出现了阳过阴半，就要开始空方减仓啊，不是清仓，是减仓，开始获利兑现。这个地方一旦出现绿灯，能够说明多头开始转强。那为什么不清仓呢？因为它这个转强不一定会延续，一天的强不是真正的强，它能够连续的走强才会引发空方担忧，不然的话呢，只是一个获利兑现减仓信号。我们看到这根 K 线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晕线构成，晕线的价格走势一般关注这一个大 K 线的上下。如果今天收盘价再次把大 K 线的低点给跌破，那么苹果的空单则继续的接回来，继续的看空，因为方向性呢还是选择向下的。而反之，如果在红灯转绿灯之后，它作为多方可以作为买点的情况下，当然因为是晕线，所以仓位呢肯定不能多，再次的上破，那么就构成继续的买点，继续的看多。所以苹果当前是晕线，说明方向呢是停顿的，空方可以部分的获利兑现，多头可以进场看多，但是肯定不能够大举的买进，因为它是一个不确定的中性的 K 线，你得要晕线上破才延续看涨，晕线下破再加多空单，这是苹果目前的局面。接下来呢，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个预测高低点。今天看一下红绿灯能不能够出现，高点的预测是 199.613， 低点的支撑是 197.492， 关注这两个价格。底下的红绿灯呢，它有一个关键的 K 线，也可以作为压力。当时这一天是出现了一个下穿，下穿之后呢，是不是它应该是低点变盘？最近呢是有支撑的吧？好，它的高点呢，是不是应该要被突破才能说明低点变盘有效？所以股价呢，它也可以以突破它的高点作为看涨点，那么作为呢空方完全获利兑现离场的一个信号，重新反手做多的点。而如果这一根 K 线的高点不能突破，反而出现压力什么的，再次跌破什么的，也同样作为看空的点。所以以上呢就是对于苹果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Meta 的一个股价运动，它是再次的高开高走，而到了前高附近。它这也是绿灯，但这个绿灯呢，不太适合作为买点。我们说绿灯如果是10日新的话，一般动能就不算强。像绿灯是实体阳线，绿灯是大阳线，绿灯是实体阳线，这种绿灯呢是我们比较看好的。当绿灯产生时是吊颈线，是10日新，是不是这些就不是很强势？所以这些绿灯呢不能作为直接的买点。而你看到前期这里是绿灯、红灯、绿灯三色变盘，而后收盘看跌，所以目前方向向下。出现了绿灯之后，只能说明这种变盘方向呢有所变化，但是不建议在这里去买进。我们的买点最好能够是一根收盘价收阳在左边高点之上站上的 K 线，那样可以说明这个绿灯是有效的。而如果今天走弱是无灯，甚至是红灯，那其实是一种做空的信号。所以关注一下今天的关键点位，我们也可以看到底下的资金这一天是下穿的，大家看到这里，这一天是下穿的。好，下穿 K 线的高点被10日新站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收盘收阳涨多一根可以看涨，因为今天只要收盘在这之上，只要是一根实体阳线有一定动能，哪怕不是绿灯，是不是也构成了对于低点变盘的突破呀？那么有效突破，低点确认可以看涨。那么同样呢，我们结合一下红绿灯的判定。低点今天看到697.815，高点我们看到711.455，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为什么说它在一个通道当中？我们可以简单画一下，你可以这么去尝试画一下它们的一个低点，是不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交集，是一个向上的趋势线？而你可以再画一下价格的这一个走势啊，因为阿哲是用画笔画的，所以不是很精准。你正常应该去吸附一下它的高低点，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在这种通道当中呢，你可以意味着这是一波下跌之后的反弹通道。那么反弹通道，我们如果真的处于一个反弹，它一定会去跌破它。那么价格如果还保持在这个区间之内呢，就依旧维持反弹。
而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阴线，能够把这个通道的下沿给跌破，就说明它这个反弹结束了，得要往下去看了，它应该会继续的往170去靠。所以当前的 MSTR 你要关注的点就是它是一个反弹的通道，你真正的机会或者说真正的看空者的机会应该是下破啊，应该是下破，下破之后呢去看空。那么它目前是处于一个绿灯之后的盘整。绿灯之后没有走强，而是盘整，则说明目前的多头还是不够强。下穿 K 线是这一根 K 线，是不是下穿之后出现了一个低点？前方呢上穿之后出现高点，所以它整体在资金上也是震荡的，所以图形上就是一个震荡的上行通道，它随时有可能被打破。这一天呢是一个低点啊，是吧？下穿的低点变盘，低点变盘的关键性是在于它的低点有支撑，高点要被突破。目前高点有压力，没有突破。那么一旦低点被突破跌破，那么也说明这个通道到这里要选择方向向下了啊。所以 MSTR 呢，我们更多的中性，但是偏向于找做空的机会，因为昨天它走弱，昨天不强，昨天的开盘前我们说找它的做多机会，但是呢，可惜这个反弹力度太弱了，连这个低点变盘都无法突破，所以关注一下它会不会产生红灯。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74.45。高点的压力是385.2，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PLTR 呢走势还是很强劲。那么在出现了前期的上穿 K 线之后，目前出现了突破，不过这个突破呢是长上影线，所以继续要等待一根阳线实体来确认这个突破的有效性，否则呢这里冲高回落，如果重新跌落，那么这一个高点的上穿 K 线就还是有效的。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涨上来？上穿了啊，这里呢也是涨上来上穿了，上穿 K 线的高点为压力，上穿 K 线高点为压力，这里上穿了高点为压力。如果防守今天跌回来，就要注意了，高点压力确认就有效，那么就容易出现向下的机会。本次的 PLTR 的上涨前，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而后的上涨？目前一路上涨，一路都没有出现红灯。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要确认高点变盘是否会真的成为高点，一个是往下跌，一个是如果出现红灯，效果就更好。对于多头来讲，你就要希望它不要跌破前方这个上影线的低点，而要站稳，而后不要出现红灯。所以目前看到它的红绿灯，低点支撑是140.611，高点压力是145.659，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谷歌在回踩了170之后呢，出现了一个绿灯啊，所以谷歌整体的图形还是比较好看的。在前面对于170呢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而后上涨突破170，回踩170，当下还在一个关键的价格，这里是不是突破了1号 K 线？它当时这一个170的价格是174.545，而这一天我们看一下它的收盘价是有没有突破？这天的收盘价当时是174.71，所以当时这一天收盘价是突破了第一根，突破第二根。那么关键的 K 线就在这一天的高点和它的低点。当前的谷歌出现了回踩反弹，还没有完全的站上这根 K 线高点之上啊，所以如果能够站上，站得比较明显，实体过半，那么效果会更好，那么更能明确它回踩结束了，突破继续往向上。当前呢还差一点点，对于前方这根 K 线还没有站上去，而看到底下的 BVD 是不是基本上临近一个下穿？当前还没下穿，如果这里它不是直接往上走，而是再回来一下子，那是不是又出现一个低点变盘？所以对于谷歌来讲呢，目前的买点还不是说特别明确啊，虽然说有个绿灯，但它整体来讲还没有说打开空间。如果往下能够再踩一踩就更好了，再踩一踩不跌破170，出现了下穿 K 线，低点变盘，而后突破，再看买点，则会更加的漂亮。目前可以再等一等，要么就等一根阳线站到这根高点之上，更明确的买点；要么等它回落一下，而后去低点变盘突破去买点。啊，谷歌呢整体还是找买点为主吧，目前没有有效跌破170。当它有效跌破前方的2号 K 线的时候呢，我们再去看一下有没有空方机会。目前至少是作为多头为主，所以看到谷歌的关键低点支撑是176.88，高点的压力是179.305，关注这两个价格。看到下一只个股微软，
微软呢也跟英伟达一样，处于变盘的一个迹象，因为它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这种3个颜色连续的交错，那么就说明是面临变盘。那么今天的 K 线走势就说明它的一个后续的变盘方向。如果今天是上涨，则后续继续看涨；今天如果是下跌，则后续变盘看跌。这是关于红绿灯的变盘方向。底下的资金呢在水下，所以微软之前一直在上涨，但资金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强势，依旧呢在水下。所以目前要小心一下微软的一个变盘方向。如果选择向下，这里将容易是之前堆积的风险开始释放的位置。所以对于微软呢，先不做多也不做空，但是如果变盘向下，则应该会有一些空方的机会。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477.07， 高点的压力是 182.764， 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也出现了170之上的红灯转绿灯。亚马逊好一点的是，它的170也是涨了很久啊，算是突破有效吧。那么突破有效之后，这里是一个下穿 K 线，那么下穿 K 线则为低点变盘，而后出现突破，所以亚马逊作为一个买点是 OK 的。至于它能不能走出来，那么要关键看一下它会不会被外界会被一些消息的影响。如果从技术面上来看，这里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买点，低点变盘向上突破，那么后续的股价，我们的防守位就是这一根 K 线，它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收盘价跌破了它，就要止损，因为跌破了它，虽然底下还有170的支撑，但对于变盘点来讲，一旦它被跌破，就说明这里它只是反弹，它还有下跌空间，就不太好去继续的看多单了。所以当前的亚马逊作为买点，但是防守位呢要设置好，是前方低点变盘的低点。看一下今天的红绿灯，如果红绿灯从绿灯转为红灯，也是要小心，也要去减仓的多方。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13.85， 高点的压力是 219.31， 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也走出了一个红灯转绿灯，它呢是没有下穿 ，BBD 呢走势是强劲的，资金流出不强，所以整体来讲呢，对于台积电来讲，是不是这里是红灯转绿灯，在价格表现也属于买点？这个买点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没什么问题，它就告诉你这里多方走强了嘛，多方走强，至于它能不能继续走强，要继续关注。像之前这里多方走强，好，接下来又强还是强，没有走弱，依旧变强，直到红灯，我们把这一波利润了结掉。但是它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如此的强势，像这里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这里是不是走的就短一些？而后很多时间还在震荡，是吧？还出现了红灯，所以这波利润就不算很多，这一波利润就比较多。那现在又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它的利润会不会多呢？你可以慢慢的去跟踪，每出现一个买入信号，你可以买入一笔，然后后面只要保持走强，你可以去加仓，你可以去推进你的仓位。而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仓位一般就不要放太重，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是会走强延续，还是说会继续走弱，或者说反转为红灯。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点位，低点是 214.205， 高点的压力是 219.075， 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SMCI 这里出现了绿灯，那么这里我们也要再讲一下，绿灯为买点，但是买入之后空间你要去会看一点，这里的绿灯是不太好的，因为它虽然走出了红灯转绿灯的买点，但问题是左边这个高点的运线目前还在里面。我们说过 SMCI 目前就在走一个运线，它这里价格一旦到了运线上沿的大 K 线高点，它就往回走，往回落之后呢，出现了红灯，但是来到了下沿附近就往上走，往上来到了上沿附近，是不是就容易往下走？所以它是一个在波动、在震荡的运线区间之内，而且方向是还没选择的。所以你真正要去做一个顺势的加仓、顺势的看涨，你应该是要明确突破，或者说明确跌破才行。在这个区间之内，你就不要拿太久，整体做高抛低吸即可。因为如果是震荡区间，一个绿灯可能空间就没多少了，一个红灯可能下跌空间也没多少了。所以这个绿灯只能说明在区间之内不选方向的情况下，它的上涨空间不多了，而不是作为加仓的买点。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涨，
但是空间是没有了，它不选择加速向上，它就会往下探前方的运线低点。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42.88，高点的压力45.23，关注这两个价格。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AMD 呢，昨天强势的一个上涨，但是阿哲不认为这里再去买入或做空啊，因为最近的这种走势很明确，它也在走震荡。什么叫震荡呢？有时候可能价格走完，你可能才会明白是震荡，但是有一种震荡还是看得出来的，就是底下的资金。如果你发现它频繁出现了上穿下穿，那么很明显它容易是一个震荡。这个位置是上穿而后就临近高点，这里出现了下穿就是低点，直接上涨。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又上穿了，这一天是不是上穿？看一下0.310啊，上穿了，所以它短期内频繁的上穿下穿，那么这种位置就是一个震荡。所以这个位置你做空，你发现瞬间就拉起来了啊，你做多瞬间就拉下来了。所以半导体，所以目前的 AMD 呢，整体在脱离震荡之前，就先看着了，以中性去对待，去寻找。像这里如果出现了上穿之后，下一根 K 线还能够站在高点之上，就说明它脱离了震荡。那么高点不是高点，那么后续看涨。当然前提呢是你要把这根 K 线的区间划分好，因为它是根大 K 线，所以上穿的高点变盘呢，你可以取其中作为防守位。这里呢不太适合去买进的一个要点或者说一个问题，你也可以看一下，简单画一个趋势线，你可以这么去画。是吧？从这个高点延长的这个两个高点，目前呢它也是在这个斜率之上，所以碰到这个斜率，哪怕昨天涨势很强，不建议呢在这里去看多了。当然看通也不建议，因为它整体在震荡。你看空的话，稍后一不小心可能又要打止损。所以 AMD 呢，它作为一个曾经出现过做空点，但是做空点出现之后呢，没有太能够加上仓位的点，就跟苹果是相反的。那苹果呢给你做空点之后，后面还有再多几个做空点，你可以上仓位。但是 AMD 呢，你可能加了一个仓位之后呢，直接就打止损了，那么后面的仓位就上不了了，就不用上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刚开始出现做空信号的时候，一般仓位呢就不要下太重，因为如果第一个交易点你就下很重的仓位，那如果它突然之间反向了呢，那是不是你一开始的仓位就重，然后就立马被打止损？你如果每次都这么去做，每一个买点出现都是很重的仓位，那如果频繁出现交易点失效的情况下，你的亏损是很大的。但反之，如果你是按一个买点一笔仓位的交易，那这种情况下，哪怕你首个买点出错了，它的亏损呢也是会被约束的。这里出现了一个下穿 K 线之后，出现了明确的向上突破。目前虽然是震荡，但整体多方还是占很大优势的，因为这里构成了一个类似于早晨之星的一个样式，所以股价呢后续我们可以以这根大阳线作为防守。在此之中的波动呢，它还是意味着后续正常看涨的概率会大很多。这根阳线的作用还是蛮大的。以上就是6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破位楔形，产生价格强势反弹。那么在外界因素不稳定情况下，我们关注技术面的一个提醒。特斯拉在空方有加仓信号，但是要注意了，一旦出现多头反向，那么要及时由空转多。博通距离抄底还有一步之遥，抄底条件未满足，不要轻易的买入多头抄底仓位。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